由于连着几天我写了咳嗽的各种食疗调理法，包括烤橘子、腌蒸橙子等等，好多朋友说这些食疗的方法有用。这些方法呢，分别对应了咳嗽的外寒阶段、外寒里热阶段和里热阶段。对于最后阶段的方子，有些朋友催促我赶快写，但是因为我一直忙，没有时间写。那么今天我就来介绍下最后一个阶段的方子，我们倒着叙述。这最后一个阶段，一般孩子的外感呢似乎已经好了，不发烧了，不怕冷了，也没有肢体酸痛了，嗓子也不疼了，似乎一切都好了。但是此时似乎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孩子一直还剩余一点咳嗽，没有任何其他症状的咳嗽，每天咳嗽几声或者是几阵，没有鼻涕或者痰，就是呛咳。这样的咳嗽呢，甚至会持续2到3个月。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辅助正气，尤其是脾肺之气。一个人为何会患外感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正气不足，具体的说就是脾肺不足。当脾气不足，就会导致肺气不足。因为中医认为脾属土，土生金，肺属于金，所以可以这样描述：脾胃是肺的母亲，当母亲的身体出现问题，儿子呢一定会虚弱。这个时候有朋友觉得呢，这话也太玄了，什么意思嘛？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面哪里来的土和金啊？中医就是不科学。在这里呢，大家先不要着急，其实古人只是在打比方，这个道理呢用现代语言讲，大家很容易理解，也就是消化系统出了问题，不能正常的吸收营养物质，会导致呼吸系统的免疫力低下，导致外部致病微生物的入侵。道理是很简单的，一个幼儿园里面冷风吹来，别的孩子没有问题，您的孩子咳嗽感冒了，为什么？一定是抵抗力不足啊。为何抵抗力不足了？对于孩子，很大程度上是吃消化系统出了问题，也就是脾胃出了问题。所以正气不足贯穿在整个外感疾病的发展过程中。一个有经验的中医会在各个阶段有意识的调理补正与驱邪的比例，有的时候这个多点，有的时候那个药物再多点。而到了最后收尾阶段，多数人一般认为战斗结束了，其实此时还要收尾的。如果此时彻底结束战斗，就会总有点问题，比如持续的咳嗽总是不好。但是很多人呢不解何故，我总是做这样的比喻，好比日寇从东北入侵，蔓延全国，此时我们自己抵抗，也有外界的正义力量帮助我们。比如美国扔了原子弹，苏联呢最后也出兵了。这些外界的力量好比我们使用的驱邪的药物，我们齐心合力把外邪驱逐出去了。此时该做什么呢？我们马上要派出部队进入东北，把日寇腾出的地方占领了。这就是辅助正气。如果不占领，那里都是空的，我们的部队出不了山海关，东北都空着，外邪但凡有机会还会进来的。人最后的残余咳嗽也是如此，我们用药物呢把基本清除了，就在嗓子那里，最后的出口那里还剩余一点。此时如果正气充足了，就一下把它给顶出去了。如果正气不足，虽然药物把外邪暂时清理出去了，或者就在咽喉那里剩余一点，但是您自己的部队无法占领阵地，放心，外邪会长期占据，或者
攒转积来的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淮山药来增加脾胃的功能，辅助正气。淮山药应该是我日常应用最多的药物，我觉得脾胃滋补，此药我用的是比较顺手，效果总是不会令我失望。这个时候的方法呢，如果残余一点咳嗽，总是呛咳，没有其他任何外感的症状了，各位千万记住，是没有任何其他外感症状的，只是残余咳嗽。有的家长孩子还发烧呢，就用此法，然后说怎么没有用呢？这呢是没有关注我讲的话。此时食疗的方法是这样子的：淮山药30克，牛蒡子3克，咳嗽严重的呢可以用6克，熬水30分钟，然后给孩子当做饮料喝，每天1副，用3天即可。有的家长反映孩子不接受牛蒡子的味道，那单独熬淮山药水也是可以的，熬好了可以放一点点冰糖，味道就更好了。很多的家长反映这个方法超有效，孩子的咳嗽很快就被清除掉了。我评价说，这就是用对的阶段，在对的阶段用了对的方法。对于单纯的感冒后的调理，如果一切都平复，不再发烧、咽喉疼痛，没有任何感冒症状了，很多人认为已经可以结束战斗了。我还认为要做最后一个工作，也就是补足正气。此时我也是让家长给孩子喝点淮山药水。这个食疗的方法是：淮山药30克，炒鸡内金3克，舌苔比较厚的鸡内金呢可以用到6克，熬水也是当饮料喝，喝3天左右即可。我们看这个方子里面，炒鸡内金是帮助疏通脾胃的，也有的家长说孩子不喜欢这个味道，那么这个炒鸡内金也可以去掉的，单独煮淮山药也有这个效果。我的这些方法呢都写过，很多的家长感觉非常的受益，这样的留言我收到过很多。而这种对淮山药的使用方法，比如淮山药配牛蒡子，淮山药配鸡内金等等，皆来自于民国名医张锡存。张锡存写的《医学中参析录》这本书，全书第一个方子是资生汤，上来用的第一味药就是生山药1两，可见他对此药的重视。这个药呢，也是张锡存最擅长使用的药物之一。他还特别指出，他讲的生山药呢，也就是坊间所喻之干山药，而味清活潮者也。在现在的药店里呢，山药有2种，一种是生山药，就是干的山药片，还有一种呢是炒山药。张锡存根据他的经验，认为呢炒的山药没有什么药效，当然呢这也是他个人的经验。而在买山药的时候，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，就是尽量不要买那种横断面雪白光滑的山药，因为山药呢是切片的，所以有大片的横断面，很多药抽屉里面的都是那种雪白光滑的，这种山药的药效比较差。这呢是患者提供的信息。记得上海有位大学老师，好多年前的事情了，他一直问我身体的问题，我认为他脾气不足，湿气重，所以总是建议他服用山药。很久后他告诉我说，罗博士，您一直让我吃山药，我也一直坚持，但是毫无效果，现在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了。我很好奇，就问为什么。他说，我一直吃的是那种雪白光滑的山药，那是药抽屉里头的，结果一点效果没有。
后来偶然买到表面没有那么雪白光滑的单独包装的精品淮山药，结果一吃立刻见效了，所以特别告诉您。这让我呢大吃一惊。后来还有许多人也有这样反应，我才重视。我这时候才明白，很多的中医师在方子里面开出去的山药，其实也不知道患者哪里抓药，抓的是什么品质的药物，最后呢服用了无效，自己呢还以为是思路出了问题。多亏这位老师如此相信我，自己才找出了问题所在。如果他服用一段时间无效，直接想罗博士的水平有问题啊，这我也没有办法。后来我了解了一下，才知道像山药这种中药是用硫磺溴是很普遍的。再后来我再深入药品行业去了解，才知道硫磺溴就是个不错的了，还有用其他东西的。另外再介绍个经验，在感冒刚刚要开始的时候，刚刚发冷、打喷嚏、流清鼻涕的时候，喝淮山药水也起作用的。我试验过一次，在感觉刚刚外感启动的时候，浑身发冷、打喷嚏、头晕，熬了一大盆的干淮山药片，就是一次解决问题。你仔细思考其中的道理，就是正气不足，外邪才侵入，而外邪开始入侵，就是表示正气开始不足了。所以在外感的第一个阶段，马上强力补足正气，驱邪外出，益和正法。这个时候可以用干山药片50克，儿童量成人可以用90克，熬水，趁温服用，或者呢喝水时就喝这个水，也可以把外邪给顶出去。但是这只是外感的第一个阶段才可以，如果都发烧了，咽喉红肿了，那是第2、第3个阶段了，这个方法是不要用的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